航母上面的电磁弹射器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其实它不过也就是一个 XXXL 版本的线性电机而已。你把这节课听好，出去吹牛够你用了啊！很长一段时间，航母上的飞机都是依靠蒸汽弹射器起飞的。蒸汽弹射器通过加热大量的水产生高压蒸汽，然后再用这些蒸汽推动活塞，进而推动飞机。不过这种方法呢有许多问题。第一，它就是复杂性和维护成本比较高啦。蒸汽系统需要庞大的锅炉和管道系统，不仅占用空间，还需要大量的维护。第二，能量效率低，蒸汽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不高，很多能量在过程当中就损失了。第三，加速不均匀。蒸汽系统的加速曲线难以控制，容易对飞机和飞行员产生过大的冲击。于是这些问题就促使科学家们寻找更加高效、更加可靠的方法，最终就催生了电磁弹射器。电磁弹射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力来加速飞机起飞的系统，其核心原理类似于线性电动机。那究竟什么是线性电动机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传统电机的直线版本。传统电动机是通过旋转运动产生机械功的，而线性电动机则直接产生直线运动，所以非常适合需要直线加速的应用场景，比如航母上的飞机弹射。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磁感应来产生运动，它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固定在飞行甲板上的初级部分与飞机相连的次级部分。次级部分通常以滑块的形式出现，初级部分包含一系列的线圈，这些线圈被固定在航母的甲板上，通电之后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电磁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排排的电磁铁，当电流通过时，它们会产生磁力。次级部分包含与这些线圈相对的磁铁或者是另外一些线圈，这些磁铁或线圈位于滑块上，与飞机连接。当初级线圈产生磁场时，次级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并产生相对的磁力，这个相对的磁力于是就推动滑块沿轨道前进，最终将飞机弹射了出去。飞机的弹射步骤其实跟传统的蒸汽弹射器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它们被牵引车拖到弹射器的起点，起落架通过挂钩与滑块连接，此时弹射器的能量储存系统就开始工作了，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电磁弹射器的电容器和电池开始储存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弹射做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电流开始流过甲板上的初级线圈，电磁场瞬间生成，推动滑块沿着轨道飞速前进。滑块带动飞机加速，就像是看不见的手在拉着飞机往前冲。飞机在短短几秒内达到起飞所需要的速度，然后挂钩自动释放，飞机冲向蓝天，继续它的飞行任务。相比起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的优点当然是不少了，它的加速可控，电磁弹射器可以精确控制加速度和速度曲线，使飞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冲击力和应力最小化，这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更加的友好。它的能效高电磁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相较于蒸汽弹射器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它维修更加方便。电磁系统的机械部件较少，减少了维护需求和操作成本，它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重量和类型的飞机，灵活性更高嘛。然而，就像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样，电磁弹射器也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比方说初始成本高，电磁弹射器的研发和安装成本较高，航母需要进行大量改造才能够安装这种系统，还有技术复杂性比较高啦。电磁系统需要先进的控制技术和高性能的电力系统，这对于航母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电力需求的大胃口啦。电磁弹射器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这对航母的电力系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很有可能需要配备核动力系统才能够确保足够的电力供应。那不上核动力是不是就玩不转电磁弹射了呢？也不是的主要是看谁在玩，怎么玩。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项技术来解决电磁弹射器的电力需求。第一，我们需要先进的发电系统。常规动力航母可以配备先进的燃气轮机或者是柴油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可以在需要时快速启动并提供大量电力，满足电磁弹射器的瞬时高功率需求。第二，靠谱的能量储存系统。通过安装大容量电容器或者是电池系统，航母可以储存电力并在弹射时快速释放，这有点类似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工作原理，平时储存能量，在需要时快速释放。第三，优化的电力管理系统。航母可以优化电力分配，确保在弹射过程中将更多的电力优先分配给电磁弹射器。非关键系统可以在弹射过程中暂时减少功率消耗，以确保弹射器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最后是智能电网技术。使用智能电网技术航母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电力需求和供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电力支持电磁弹射器的运行了。好了，今天又学到了啥呢？超级航母是核动力好还是常规动力好？美国的福特号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似乎在向我们说明，只要选择恰当都很好。
这两艘都是21世纪最为先进的航母，但福特使用了核动力，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使用了常规动力。为什么？核与非核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于1961年开始服役，到了2012年才正式退役，服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你猜猜它加了几次油呢？3次。分别是在1964、1970和1990。这个通常就被认为是使用核动力最大的优势了，几乎可以实现无限续航的里程。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相比起航母、潜艇，甚至驱逐舰、巡洋舰，在使用核动力上呢，步子都要迈得更早一些。其中的理由显而易见，核动力对于潜艇而言，带来了一种可以长期在水下隔绝空气的环境里面运转的能力，真正实现了潜艇潜的本事，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水下潜航能力。而相比之下，以前的那些柴电动力潜艇大多数的时间都只能待在水面以上，顶多算是可潜的舰艇而已。为潜艇证明这事儿，还真是非得要落到核动力的肩膀上。所以核动力与潜艇很有必要。再来看像是现代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一级别的水面舰艇，它们其实也是有续航焦虑的。受限于舰体空间，它们能够携带的燃料呢是有限的，少一点就700-800吨，最多呢也不会超过2000吨。以20节的巡航速度来算，只能持续开上4000到6000海里，仍然无法满足长航程跨战区的部署任务，中间非得要减压速度来进行多次的海上加油才行。如果给他们安排上核动力，一下子把续航里程提高到数十万海里的水平，当然是大大的好的。所以核动力与驱逐舰也有明显的优势。好，那么到了航母身上呢，前面的2个问题它都不是问题了。第一，航母的动力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作业的需求嘛。第二，航母的舰体有着充分的空间来携带燃料，续航焦虑在它这儿呢，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比如2战时期的美国埃塞克斯级与中途岛级航母，可以分别携带6000与10000吨的燃料，15节速度下的标准航程可以达到2万海里。再比如后来的弗莱斯特级与小鹰级，在携带了8000吨燃料后，能够以20节的速度续航1.2万海里，满足绝大多数作战部署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核动力的无限续航对于航母的吸引力真的是一点都不大而且无限续航对于航母来说，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原因有2一是解决了航母本身的续航问题，就真的完事儿了吗？没有难道航母上的舰载机它不喝油吗？它们对于燃油的饥渴程度那是远胜于航母本身的。所以航母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燃料问题，还要一并将舰载机的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行。那就是同时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油，所以即便航母不加油，在训练或者参与战斗时，也免不了要每隔几天就为舰载机停下来接受一次补给的操作了嘛。对了还包括食物、弹药等等人和机都需要的后勤物资，它们也不是能够从原子核当中碰出来的。第二，你有见过航母单独行动吗？不会嘛，它一定是需要跟别的舰艇，比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组成战斗编队才行的。于是无限续航的要求就扩展到了整个编队里面的全部舰艇了。要是其中有一艘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油的常规动力舰艇的话，你核动力航母的无限续航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嘛。遗憾的是，全核动力航母编队，美国只象征性的秀了1次，而且显然还是阉割版的编队了。只有1艘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和1艘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护卫舰陪着企业号来了一次所谓的海环行动而已。秀肌肉的目的呢是达到了，但无限续航的说服力反而更弱了。那干嘛还要核动力？它真正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在动力，具体点说是在庞大的电力输出与蒸汽动力的语域上，它可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电子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现代航母的电力消耗急剧攀升，对电力输出的需求呢就明显变得更高了。而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来说，它的锅炉当中产生的蒸汽需要同时承担驱动推进系统、驱动电力系统和驱动蒸汽弹射器的任务。在3者的需求都变得旺盛时呢，就开始力不从心了，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在3者之间维持平衡，才能避免因为用蒸汽发电太多而影响到推进动力和弹射动力的问题。
低。而核动力可以进行无限持续的供应蒸汽输出，就既能让大胃口的电气设备吃到饱，也能够让推进系统不必担心掉链子，可以长时间的保持3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为舰载机的弹射呢提高了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对方鱼雷和导弹锁定的可能了。当然弹射所需要的蒸汽也可以留得足足的，或者要是不想使用蒸汽，改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话，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核动力赋予出来的电力喂饱电磁弹射，那是毫无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也许能够叫做次生好处了，那就是因为没有了需要排烟的烟囱之后呢，舰岛可以变得更小了，为飞行甲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让停在上面的飞机彻底消除了废气带来的腐蚀问题，整个甲板的作业效率变得更高了。美国的航母全部采用的都是弹射起飞、拦阻所回收的舰载机模式，它当然对动力输出就看得很重，再加上它的目标是全球部署，经常跨越的是宽度接近2万公里的太平洋。虽然核动力不能带来真正的无限续航，但是体积较小的它却的确允许航母带上更多的航空燃油与其他物资，对于拉长补给周期呢，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最后它军费多啊，虽然贵，是贵得不得了啊。建造成本就已经比常规动力高出了至少50%，运营成本还要继续高出30%到50%，到了退役还不能往外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算下来啊，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呢，都是咬紧了牙关硬撑着的。那军费只有它10几分之1的英国是怎么也撑不起来了嘛？而且虽然英国自己也有核潜艇，也有能够设计、操作、运营、建载核设施的工程人员，但是相比起美国数量就少太多了。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造成核动力的话，就不得不面临向美国引进更多人才的情况。因为设计核动力航母不仅复杂，容错的弹性还很低。要是一开始考虑的不周全，后面再改，几乎就是推倒重来了。跟常规动力航母允许有个20%到30%的调整空间比起来呢，难度明显上升啊。又贵又不能完全自主，那这事儿就容不得商量。英国人需要的航母就不能是个核动力的了。而且看起来常规动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完全够用啊。首先它没那么大，其次它没有理由开到太平洋上去啊。最后它连个弹射器都用不到，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回收的 F-35B， 又进一步的给出了不必用核的理由。于是英美两国各自为自己的航母找到了发展路线，并且看起来呢都能够实现其目的。没有更好，只有恰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印度制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2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啊，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拍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3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3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球匕首。关于球匕首啊，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啊，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啊。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啊，跟商船一起起啥哄啊？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啊！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三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啊，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有很多人说啊，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啊，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就是合理的，摇不摇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飘心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飘心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啊，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啊，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飘心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前2天刷到这个视频，英国海军正在海面上用直升机转移机敏级核潜艇内的一个伤员。由于直升机悬停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离浮出水面的潜艇还特别近，所以能够让我们把这艘英国最先进的核潜艇看个仔仔细细。比如说贴在艇身上的黑色消音砖，这个咱们之前也有讲过。还有比如剑桥顶上那些大小不一的方洞洞和圆洞洞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啊，但总觉得这艘艇好像少了点什么。原来这些洞洞里面装着的是收进去的各种桅杆了。你看它一开始啊，在直升机离它还较远的时候呢，还有几根是伸在外面的。当直升机飞近了之后呢，就全都缩回去了。我想肯定是怕被螺旋桨削了头呗。我们一起来数数，它一共可以伸出几根桅杆？除去站人的，一共空了7个方洞，好像还有几个盖着的圆洞，它们应该也是可以从里面伸出点啥东西出来的。所以啊，这么算起来，这艘潜艇的顶上岂不会立着10几根杆子？好吧，为什么它要立这么多杆子？这些杆子又各有什么作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我找到的机敏级核潜艇的结构图，果然啊，跟视频中是完全对上号了的。图上共画出了10根桅杆，占据了视频当中每一个空出来的孔，剩下的4个呢，应该就是供艇员进出和观察的孔了。但还有这2个，不管是结构图还是视频当中都有出现，却并没有标注。所以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我也不知道。如果恰好有大神看到这个视频的话，麻烦拜托你跟我们讲讲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这10根桅杆分别是干什么的啊。从左到右依次是柴油机的排气管、进气管、超高频和极高频天线、侦察天线、雷达天线、卫星天线、综合通信天线、右舷光电桅杆、左舷光电桅杆、导航桅杆。等等，就这么完了吗？怎么没有我们熟悉的潜望镜呢？有的，就是那2根左右并排的光电桅杆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传统的潜望镜是带个光学取景器的单反相机，它通过巧妙的光学设计，把水面上的图像直接反射到水面下。而光电桅杆则像是带着电子取景器的微单，它不需要设计复杂的反射光路和各种各样的透镜了，直接把水面上传感器看到的画面传输到潜艇内的屏幕上就可以了。好处一来是结构可以得到简化，
二来是更容易与自动控制系统结合，比方说火控和搜索等等。那为什么要一左一右排上2个一模一样的呢？其实在潜艇上的潜望镜，不管是光学还是光电，通常都会装上2个，它们一个负责攻击，一个负责搜索，所以又叫做攻击潜望镜和搜索潜望镜。区别在于攻击潜望镜主要用于对海攻击，有完整的火控系统，而搜索潜望镜主要是用于对海、对空目标的搜索与导航，没有火控系统，但是却需要有较大的俯仰视角，因为还要抬头看天嘛，所以范围就可以达到-15度到85度。相比起来，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就只有-15度到35度了，窄了很多。当然，也有把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加大之后，直接就取代掉搜索潜望镜的。于是这个时候的潜艇上呢，就会出现2个都是攻击潜望镜的例子了。这艘机敏级核潜艇呢，就是这样的。虽然它又能搜又能攻，按理说装一个就可以了，但毕竟传统摆在那儿嘛，空了一边既不平衡，也显示不出我皇家海军的财大气粗出来，怎么行呢？同样不差钱的美国海军也爱这么把一模一样的天线和潜望镜成对装到潜艇上。难不成是为了备份吗？好吧，既然都说到天线了，你也看出来了，机敏级上面也是天线扎堆的，什么高频天线、侦察天线、雷达天线、通信天线、卫星天线等等，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天线啊？其实呢，他们也就干2件事儿，一个是通信，对舰通信和对空通信。由于通信的对象太杂嘛，所以用到的频段就特别多，天线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必要的时候呢，还得用上卫星天线。2呢就是搜索，它又分成主动和被动2种。主动搜索靠雷达天线完成，它的工作原理和所有雷达都是一样的，就是既发射又接收电磁波，从中找到带有地方特征的回波出来。被动搜索呢，靠侦察天线来完成，它不发射电磁波，只接收电磁波，再通过计算来获取辐射源的位置、坐标等信息。比方说，附近正好有一艘潜艇打开了主动搜索的雷达的话，它就能把对方的雷达信号接收到了。当然，对方雷达的回波呢，也会显示出它的存在。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设备更加灵敏了。好，说完了占比最大的天线，就只剩下2样东西了：通气管。我们以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它。当烧柴油的常规动力潜艇下线时呢，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继续为柴油机供氧排气，大大延长了其水下活动的时间。但是机敏级不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吗？干嘛还要配上这个多余的玩意儿呢？因为除了带有2台核动力的蒸汽轮机以外呢，机敏级潜艇里面还装着2台备用柴油机。它们一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继续为全舰提供动力与电力，二是可以在舰上起火的时候打开来消耗空气。既然还装着柴油机嘛，那为柴油机而生的通气管也就继续保留了。其实很多的核潜艇上呢，都还是有这个玩意儿的。好了，以上就是潜艇舰桥上通常会出现的各种管管了。虽然多，但好在没有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直到我在调研的最后突然蹦出来的一个彩蛋，所以呢，我也就把它作为本期视频的最后彩蛋吧。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导弹发射筒呢？真是的这是曾经在英国海军埃尼阿斯号潜艇上装过的防空导弹系统 SLAM 了。你看这张图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洞。在发现反潜直升机不应该是被反潜直升机发现之后呢，英国人本来是打算我既然都被你发现了，那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浮上来送你一枚导弹如何？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潜艇最大的优势是隐蔽怎么能放着自己的优势不用，反而跑到别人的优势面前去叫嚣呢？遇到这种情况，伟大的军事家孙子早就指出了一条明路跑呀！只不过这个概念最近好像又有复苏的意思了。法国研发了一个与之前类似的系统，据说俄罗斯也已经开发了一个，德国正在测试用鱼雷发射筒来发射防空导弹，美国计划用垂直发射的响尾蛇导弹来提高潜艇的防空能力。所以未来我们真是有可能再要重做这个视频在其中加上一个防空导弹的发射桅杆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一架固定翼飞机从一艘船上起飞，听到这儿，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起飞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2战甚至是更早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也是载有飞机的，而且还不是那种不需要飞行甲板就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机，恰恰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需要滑行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了。
但是本来就很局促的战舰尾部根本找不到，也确实是装不下一个可以供他们起降的飞行甲板呀。那带上它们有何意义？来，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弹射器。所以人家是可以起飞的，但降落呢？该降在哪儿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装在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怎么起飞、怎么回收，又是为什么要被装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地方的。好，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了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战列舰上面的飞机是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空的。弹射器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因为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航空母舰上的标配。之所以放在战列舰上面看起来有点奇怪，主要是缺少了覆盖在表面的飞行甲板而已。其实换到航母上，把飞行甲板给拔开，看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为了在有限的距离内把飞机加速到不至于掉进海里面，弹射器一般都会使用非常强劲的动力来源，比方说今天用的最多的是蒸汽，以及未来肯定会用上的电磁等等。相比起来啊，这些早期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呢，所用的动力就要朴实许多了。炮弹，这让我想起了恐龙特技可赛号里面的人间大炮。人间大炮，一起准备。人间大炮，二期准备。人间大炮，放。只不过在这儿被崩出去的是一架飞机，而不是可赛战士。准确点说啊，用的是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药筒。我分析啊，之所以要用它呢，是基于2点。第一，确实是由于药筒里面的炸药在爆炸之后，能在一瞬间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而这些气体是可以推动活塞以极高的速度往前运动的，正好就把挂在活塞上面的飞机给加速起来了。第二点是啊，这些弹射器使用的是5英寸的药筒，而5英寸的舰炮几乎是每艘美国军舰的标配。既然本来就要用到大量的5英寸的药筒来发射炮弹的，为什么不直接也拿它来发射飞机呢？一物多用，省时省力。再说了，又能在发射飞机上浪费掉几枚药筒呢？本来就只摘了那么区区几家而已嘛，你要是非得为它另外整出一套动力系统来，或许才真是不划算呢。这让我想到了德国。不同于当时的美国，他们用的是压缩空气来弹射装在战列舰上的飞机的，显然走的不是捷径，当然这样却更加的德国。好了，弹射出去之后，这回收该怎么办呢？没有飞行甲板，叫飞机落在哪儿呢？原来啊，是落在海里面。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的片段，难道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吗？那就是它们身下都带着浮筒，说明它们都是水上飞机。所以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海面就是它们的临时飞行甲板了。它们先是降落在战舰附近的海面上，然后慢慢的流到战舰旁，接着后者就可以用起重机把它吊回甲板上面了。当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哪有这么轻松？你想啊，降落在海面上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战舰还要与之相互配合才能够成功回收，这在平时还问题不大，一打起仗来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呢？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战列舰上面的飞机都变成了一次性的，一旦出发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代价不可谓不大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既然代价巨大，为什么还非要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带上这些飞机呢？他们到底会执行哪些无可替代的任务呢？主要就是2个，侦察和火控。侦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把视野带到天上，扩大到几百公里的范围，这样的吸引力谁还能够抗拒呢？那火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观察并校正炮弹的落点。二战中的舰炮越造越大，越发越远，很多时候开出去的炮直接就落到了海平面的下方，而炮手是需要观察前一发炮弹的落点来校正自己的发射参数的。看不到落点怎么搞？那就上飞机看呗。其实在上飞机之前啊，他们先是上过气球的，但气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先不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安全的设备，就说它在大风大浪的海洋上空要怎么保持稳定的工作吧。做不到只好淘汰，但需求还继续在那儿摆着呀，必须要抓根稻草才行。于是飞机就进入了海军的视野，然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炮手的眼睛，把命中的精度直接提了上去。可见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看走眼的呀。那么既然都飞到天上去了，能不能带点炸弹、火炮什么的，在观察之余顺便搞搞袭击呢？很可惜啊，重量和速度都在那儿摆着，办不到啊。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本来就短，能把飞机本身弹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阻力很大的水上飞机。要是再装点弹药变得更重，估计它只能一头扎进水里面，变成水下飞机了。
再加上本来就飞得慢，已经是有点活靶子的意思了，还要不自量力的跑到人家门口去挑衅，不是自找无趣吗？所以还就是好好观察吧，然后祈祷在返航的时候最好能够风平浪静一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U2 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为了减重啊，它只保留了机腹下面2个排成一条线的起落架。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给它组上拐棍呗，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它又被叫做高翘，非常形象，有没有？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把它给扔下了。好吧，可是降落呢？没关系啊，有超跑来伺候。从庞蒂亚克 GTO 到雪佛兰的科迈罗，再到特斯拉的 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喷气式间谍飞机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从0加速到160，才能在 U2 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听上去呢，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啊，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因为它几乎起到了 U2 飞行员眼睛的作用。跟在离地只有3米不到的 U2 后面，这辆肌肉车呢，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它还有多少高度，它的机翼是否水平，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一直要等到 U2 彻底停稳，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才算结束。可以说啊，从起飞到降落 ，U2 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而且还是在条件良好的陆地跑道上哦。所以你肯定认为把 U2 搬到海面上，让它从既不宽敞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但实际上啊，在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 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是怎么实现起降的，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先说原因啊， U2 最初的航程呢，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仍然是够不过去的。于是他就必须要在海外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在这里呢建一座机场，把 U2 放得更近一些。比如记录在案的航班就有从塞浦路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韩国等地起飞的。但 U2 的运营方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得很啊，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是很危险的。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所以早在1957年，仅仅在 U2 为他们服役了几年后，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事实证明啊，这种未雨绸缪呢是明智的，因为在1960年5月1日，苏联人用 SA-2 防空导弹成功的击落一架 U2，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美巴关系陷入恶化，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1960年之后，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关键是怎么做呢？用航母啊，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10月，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翼展超过了40米的 C-130大力神运输机。既然它都能上舰，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洛克希德的传奇工程师凯利·约翰逊，询问这位设计了 P-38闪电、SR-71黑鸟以及这架 U2蛟龙夫人的臭鼬工厂灵魂人物，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约翰逊想了想，回答说，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吃了这颗定心丸的中情局决定大干一场，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也就紧锣密鼓的上马了。计划分为2个部分，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前者由洛克希德负责，后者由中情局负责。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阻索的尾钩，而后者呢，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他们从 NASA 那边找到了灵感，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这种故事啊多了去了，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德那边。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 U2呢，被称为 U2G。第一个改变，首先是
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以承受左肩时的冲击力，并将刹车距离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同时，在起落架周围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甲板时的撞击嘛。接着，第二个明显的改变是，洛克希德把他们为 T2V 海星喷气教练机安装的制动尾钩呢，改装到了 U2 身上，并在 U2 的机身当中加入了增强的重量，以更好的承受当它抓住航母拦阻索时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然后，这个钩子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才会被丢弃掉。既增加了气动性，也增加了保密性。再有U2 机呢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倾倒燃油的，或者是当它正在接近载有太多舰载机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变得不那么危险。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缘的外侧中部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使 U2 立刻失速，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中情局对这项设计赞许有加，认为洛克希德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阻索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1.5到2英寸的拦阻索，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传递到机身上的震动。好了，设计的再好呢，也要用测试来验证嘛。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1964年的2月，3架改装好的 U2 机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它们将从一个陆基的简易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领航的是试飞员鲍勃·舒马赫，他之前呢就已经干过大事了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未经改装的 U2 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呢，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所以这次势在必得。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复飞的操作之后呢，他选中时机，果断地放下钩子，准备着舰了。毫不意外，拦阻索准确地挂到了钩子，但由于力量太大，机尾被拉了起来，使机头冲下，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速的皮托管。好在很快就修复了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着舰测试呢，都相当成功，甚至在2个月之后呢，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密任务，飞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法国新核试验场上空侦察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任务相当成功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但这却是 U2 机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进入到1967年，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 U2R 投入使用，它的有效载荷呢是原来的4倍，航程是原来的2倍。中情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舰，而且为了节约空间，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都给翻折了上去，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嘛。几个方面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呢并不隐蔽，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掩耳盗铃吗？三是都有卫星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还完全不怕挨枪子儿，用它不是更香吗？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 U2 了。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就不了了之了，留下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起飞的 U2 了，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为何夜空呈现深邃的黑色？除去那散布其间的璀璨星辰，绝大多数的宇宙似乎被黑暗所覆盖。这个问题乍看之下平凡无奇，实则隐藏着接近宇宙起源的深奥之秘。我们目睹的夜空之所以显得漆黑，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可见光进入我们的视野，或者说可见光极其微弱。但对于浩瀚的宇宙空间而言，又该如何解释呢？200年前，德国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奥伯斯提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假设——奥伯斯悖论。他认为，倘若宇宙是静态而无限的，布满了无数发光的天体，那么不论朝哪个方向望去，夜空都应当一片光亮。这就意味着地球上的白天与黑夜应无差别。然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夜空却是一片漆黑。这一理论与观测结果的矛盾，便是所谓的奥伯斯悖论。有观点认为，这个悖论并不难以解释。尽管宇宙中存在无数恒星，但它们距离地球太远，其发出的光线在到达地球之前，便已被宇宙间的星际物质吸收殆尽。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光作为一种电磁辐射，在穿过介质时会受到吸收和散射，从而导致辐射强度的减弱。宇宙中充斥着海量的星际介质，如分子云和等离子体，它们都具有消光作用。因此，远处天体发出的光线在穿越这些介质时，会遭受极大的消光，以至于最终到达我们眼中的辐射强度极其微弱，几乎察觉不到。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完全符合热力学第一定律。该定律认为，光被物体吸收后，会以某种能量形式再次释放出来，而不是被完全吸收。我们在夜晚所见到的月亮，便是太阳光被月球反射后的结果。这意味着，电磁辐射若达到一定强度，理应能够使宇宙发亮。这些基于静态宇宙观点的解释并不尽完美。在1个世纪前，静态宇宙的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即便是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时，也确信宇宙是静态的。直到1929年，在深邃的宇宙探索旅程中，美国天文学家艾德文·哈勃通过对众多河外星系的观察，揭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现象：星系之间正逐渐拉开距离，彼此相互远离。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静态宇宙的传统观念，为宇宙膨胀的概念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哈勃的这一发现不仅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奥波斯洋谬，还向我们揭示了宇宙正以生命般的方式不断的变化和进化。哈勃进一步阐释了宇宙膨胀背后的奥妙。由于宇宙不断的扩张，一些星系发出的光线在传播过程中波长被拉长至微波范围，变为了肉眼所不能见的光。然而，借助具有特殊功能的天文设备，这些隐匿的光线依然能被捕捉和观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宇宙并非全然一片漆黑。哈勃还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定律，他指出宇宙膨胀的速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加快。具体来说，每增加326万光年，宇宙膨胀的速度就会增加约70公里每秒。这意味着，如果一颗恒星位于足够远的距离，它的退行速度甚至可能超过光速，使得其发出的光花费超过138亿年才能到达地球，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到达。而对于那些距离地球相对较近的恒星，它们虽然也在逐渐远离我们，但它们的光线总会到达地球。然而，由于多普勒效应的作用，这些光线在到达地球时也会发生红移，波长超出了人类肉眼可见的范围。因此，夜空之所以呈现出一片漆黑，一方面是因为许多遥远天体发出的光线在远行过程中亮度降低，波长变长，成为了我们无法直接看见的不可见光；另一方面，虽然距离较近的恒星数量众多，但它们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并不多，再加上肉眼可见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实际上，地球上用肉眼能够直接看到的恒星大约有6000颗，而这些恒星全部位于银河系内，在特定的时间，这个数字还会减半，仅有大约3000颗左右。这便是对奥波斯洋谬的一种解释，基于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推导。尽管我们目前无法100%证实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正确性，但哈勃的发现和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宇宙奥秘的窗户，使我们得以窥见宇宙膨胀与星系远离的伟大画卷。我们对浩瀚宇宙的认识尚且浅薄，夜幕下的深邃黑暗，一问题看似简单，却隐藏着诸多未知之谜。